2024网飞最新犯罪冒险大片《夺宝天团》强势来袭，光听名字就知道剧情是和寻宝夺宝有关的。我知道你们都对钱不感兴趣，所以我要说它也是一部美女如云的视觉盛宴。就冲女主的颜值，就该给导演加个鸡腿。如果你们对钱和美女都不感兴趣，那它还是一部动作场面一流、打斗绝不拖泥带水的佳作。废话不多说，《夺宝天团》正式开团。丽丽看似是在豪华酒店的躺椅上享受生活，实则是在寻找合适的人下手行骗。同伙见她半天都没行动，假借给她送饮料了解情况，还自作主张的把一个穿着阿玛尼的单身商人推荐给她。丽丽有着异于常人的观察力，只一眼就否定了米格尔的判断。नहीं, वो सिंगल नहीं है, बार-बार उंगली में खुजली करता है, वहाँ पक्का रिंग थी। अरमानी, तुम्हें भी पता ये झूठ है। वो घिसा हुआ है और शायद उसका इकलौता सूट है। बिजनेसमैन अपने सूट के इस बार पर नहीं लाते, वो सेल्समैन होगा।同伙又推荐一个绣着纹身的男人给他只瞥了男人的纹身一眼，就判断男人不喜欢美女。很快他的话得到印证，米格尔发现自己不是这块料，他识趣的走开了。丽丽继续在这钓鱼，等了半天也没合适的大鱼来。她换了一身装扮，也换了场景，在她敏锐的观察力下，别人的身价她也能大致推算的8、9不离10。比如这个和美女聊天的帅哥大概是14万美元，光头中年大叔大概是50万美元，而这个戴帽子的男人原本大概是25万美元。可是当男人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卡后，他迅速把男人的身价提到100万美元。今天要盘的就是他。他把男人的眼睛遮上，说要玩个游戏。哪个男人能拒绝和一个美女玩游戏呢？如果有，那一定是这个女人不够美。待男人躺平后，他把巧克力酱涂在男人身上。Enjoy करो baby。बिल्कुल。在男人浮想联翩中，他趁机破解了男人的卡，盗刷男人数十万走了。然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刚出门就被警察抓个正着，所得全部被没收。还是米格尔花钱把他弄出来的。米格尔表面上是河畔酒店的服务生，实际是他们的主脑。他潜伏在酒店是为了方便接近富人，筛选目标好下手。他们渐渐厌倦了这种小偷小摸的勾当，风险大，还常常给别人打黑工。于是米格尔决定玩票大。这天他从一个喝醉的旅客口中套出一个大富翁，那是玛雅蛇之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哈斯托克的陵墓，里面有数不清的宝藏，其中有一只纯金打造的美洲豹更是无价之宝。如果能找到宝藏，意味着他们可以提前退休。陵墓的部分藏宝图就纹在旅客路易斯的身上。米格尔认出上面有蛇之王朝的雕符，他父亲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判断出这个藏宝图是真的。于是他给藏宝图拍照后，就跌跌撞撞地走出路易斯的客房，倒在泳池边的躺椅上迷迷糊糊睡去。谁知第二天，路易斯的尸体在离酒店不远的一个水池里被发现，他纹着藏宝图的皮肤被人割走，说明还有别人觊觎这份宝藏。米格尔光有这部分地图无法确认宝藏的坐标，而完整的地图收藏在玛雅博物馆。巧的是，老板艾利尔是他父亲胡安的学生，米格尔是坑蒙拐骗的江湖骗子，艾利尔是坐拥亿万资产的富豪，差距太大，自然不能成为朋友。于是米格尔计划潜入博物馆偷拍藏宝图。第一步先是破坏博物馆的空调系统，第二步丽丽假装成学生进入博物馆，从保安身上盗取钥匙，将钥匙采样后还给保安。他再将装有追踪器的设备放在地图的展柜下。艾丽尔发觉空调失效后联系售后上门，丽丽则摇身一变装成是物业人员，对售后说空调已经修好，让他们回去。米格尔和叔叔威尔逊则假装成售后混进博物馆，他们来到屋顶，米格尔通过设备管道潜入。这时资深技术宅男卢卡斯远程给他提供导航指引。卢卡斯提前黑进博物馆的监控系统，用一张丽丽拍的照片替换掉实时画面。经过一番波折后，米格尔成功潜入。这时博物馆正在举行开幕的庆典酒会，展柜无人看管，米格尔他们自然提前调查得清清楚楚。他取下丽丽留下的追踪器，用复制好的钥匙打开柜门，主张对地图进行拍照。拍完把地图恢复成初始模样后重新锁起来，接下来只需要换上礼服混进酒会溜出去就是。可就在他准备走出展厅时，没注意这里还有红外线，设备自动报警并自动关下展厅的门，这下变故始料未及。Oh shit! ये क्या किया तुमने? Shit! 米格尔想通过设备管道原路返回，可管道口距离地面太高，他够不着。而在外面负责技术的卢卡斯要破解这个系统，还得一些时间。另外2个队友眼看情况危急，连忙出发赶过去救他。此时博物馆老板艾丽尔接到属下报告，也带人过来。丽丽为了拖延时间，把香槟泼在自己身上，然后脱下高跟鞋，故意把鞋跟扯断，再假装可怜的蹲在一旁。Excuse me, ma'am. क्या आप ठीक हैं? नहीं, मुझ पर किसी ने एक ड्रिंक गिरा दी, मेरी हील टूट गई और अब मुझे बाथरूम भी नहीं मिल रहा。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一个楚楚可怜的女人。丽丽故意和艾丽尔贴得很近，方便分她的心，结果艾丽尔却送了她一副手铐。ये क्यों? क्योंकि मुझे इत्तेफाक में यकीन नहीं है। इनविटेशन दिखाइए। 丽丽让艾丽尔在她的包里找。I'm so sorry. Please, जरा बाहर ले जाएंगे मिस लिली। मिस लिली को।趁这段时间，卢卡斯破解系统，让米格尔成功逃脱。
但艾丽尔还是从管道口发觉有人入侵，他首当其冲怀疑是米格尔所为。米格尔是他师父的儿子，他了解米格尔是个浪荡江湖的骗子加小偷。此时米格尔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在艾丽尔走后，米格尔从楼上坠下，他刚准备混出去时被艾丽尔拦住。艾丽尔从他破损的衣服上更加确信他就是入侵的小偷，逼着要让保安对他搜身。眼看事情即将败露，丽丽及时出现给他打掩护，趁机拿走他的手机。मैं गाड़ी में हूँ, यहाँ बोर हो गई हूँ。他做戏做全套，还不忘回头给米格尔一个飞吻。तू कहाँ थे? हाँ, तुम मेरे बदन को छूना चाहते थे ना? ये तो मैं पता लगा कर रहूंगा। 成功脱困后，他们回到酒店，卢卡斯让他们都把自己的手机上交，他把手机放进冰箱，这样可以屏蔽信号，避免被人追踪。他们将米格尔拍到的照片打出来，一张张拼凑，最终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又拿出米格尔从路易斯身上拍的藏宝图照片，最终找到了地图中对应的位置。然而新的问题来了，地图显示藏宝地点一共有3个，如果挨个去是显然费时费力，众人陷入沮丧中。米格尔的叔叔威尔逊是重度手机患者，5分钟不摸手机心就直痒痒。他悄悄把手机从冰箱里拿出来，殊不知很快就有人黑进他的手机监听他们的谈话。卢卡斯很快接到报警，知道他们正被人监听。मुझे बस एक मैसेज का रिप्लाई करना था, बस 1 सेकंड की बात थी। क्या 米格尔连忙冲过去抢走手机，扔进冰块里。他们轻声交流着。这时莉莉通过符号对比有重大发现，最终确定藏宝的真正位置在地图左下角的月牙形天然井里。她故意大声说是右下角那个，从而误导监听他们的人。警察伊姐在调取酒店的监控后，发现最后一个和路易斯接触的人是米格尔，结果第2天路易斯就死了。伊姐由此把米格尔列为嫌疑人进行通缉。米格尔他们正准备离开酒店去寻宝时遇到酒店经理。米格尔伪装成员工在这打工，平常和经理关系很好，所以经理才会通风报信。他们立即分散，威尔逊去车上等他们。米格尔只是和莉莉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他们就心有灵犀。莉莉假装成丢了东西的旅客，故意说着世人都听不懂的鸟语来纠缠伊姐，米格尔则趁机悄悄溜走。然而伊姐还是通过背影认出米格尔，她大叫一声，米格尔做贼心虚，撒腿就跑。在经过一番追捕后，他跳上威尔逊的车逃脱了。在去寻宝前，他们还需要一个会潜水的人，于是米格尔找到阿西，他见识过阿西跳水潜水的本领。加上阿西是同行，找阿西再合适不过。他们一行5人向着宝藏进发。不久后遇到警察拦路检查，阿西眼尖发现警察正拿着米格尔的通缉照片，想躲是躲不掉了。莉莉大脑一转，很快想出应对办法。米格尔明白他的方案后走出车外，莉莉安排让阿西接替威尔逊开车。米格尔找到警察自首，主动提出让他们检查下后备箱。结果当他们打开后备箱，他们为庆祝甩脱警察感到高兴，然而警方很快就从后面追上来，他们毫不客气的开枪。最终阿西将车开到一条岔路才摆脱纠缠，他们顺利找到天然井，而被他们误导的伤疤男还在错误的地点安排人找宝藏。他们找个遍自然毫无发现，伤疤男当场让手下闭了潜水门。他杀戮成性，明明只需要对路易斯纹在身上的藏宝图拍照就行了，却非要杀了人还剥了皮。米格尔这边的寻宝行动正如火如荼的展开。卢卡斯在水中投入一个类似海豚声呐的装置寻找宝藏并定位，他将耳机和定位器交给阿西，阿西带上氧气罐潜入水中，在一番有惊无险的探索后，阿西捞上来一个木盒，莉莉摔碎后发现是一个月亮形状的石头，他们大失所望，都不知道这个石头是做什么用的。谁知就在这时，伤疤男突然找到他们，原来他曾偷听到莉莉说宝藏在天然井里，而他们找到的却是人工井，他由此知道中计，于是找到这里，他要米格尔交出月光石。米格尔知道石头一上交所有人都会丧命，他也要毁掉月光石做威胁，要伤疤男先放了众人。伤疤男投鼠忌器，只好照办。结果众人跑远后，他却把石头放进嘴里吞下了。美女来的救兵，他们一起来营救米格尔。米格尔吞下月光石后被伤疤男带回别墅，伤疤男安排兽医对他开肠破肚找月光石。莉莉紧急搬来特种兵出身的奥克，通过卢卡斯安置在伤疤男车上的定位器找到这里。爆炸过后，他们搀扶着差点被嘎的米格尔离开别墅。兽医折腾了半天也没找到月光石，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一杯朗姆酒加可乐下肚，米格尔很快就有了反应。फिक्र मत करो, मैं इसे कई बार धो चुका हूं。他们对月光石一无所知，无奈之下，米格尔只好去养老院找他父亲胡安。胡安是著名的考古学家，已经患老年痴呆症多年。胡安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和弟弟，可是残存的记忆，他对月光石爱不释手。原本迷迷糊糊的老头变得精神泛乏，他兴致勃勃地问其他的在哪，集齐才能找到宝藏。他正准备走时，忽然想起父亲还有一本笔记，也许能帮他找到宝藏。他返回时发现胡安的房间凌乱不堪，胡安被一个男人带走，他急忙起身去追，团员们全部被抓。米格尔追着劫匪的车而来，结果劫匪的车堂而皇之的从警方面前开过，他却被警察伊姐拦住，当场抓捕。伊姐是墨西哥警方里少有的一个想维护正义的人。
他看不惯内部人的腐败贪婪，甚至连死者的遗物上司都想要占为己有。为此，他不惜多次违背上司指令办案。审讯米格尔团队的过程中，他收到法院传票，他离婚后法院将儿子判给前夫，他恨透这个判决。前夫是某高干，那是他玩弄权谋后的结果。此时一姐却无能为力。在卫生间发泄完后，他又得知米格尔的团队被领导给放了，这是他辛辛苦苦抓来的犯人，却成为领导手中的摇钱树。这一刻，他作为墨西哥警方维护正义的信念彻底崩塌。他意识到钱才能通天，墨西哥的法律帮不了他，只有钱才能让他有机会夺回儿子。米格尔他们是被胡安的学生艾丽尔花钱弄出来的，他和艾丽尔关系很差，并不想和艾丽尔走得太近。他们虽然脱困，可月光石却不见了。众人正一筹莫展时，突然他们的电话同时响起，是伤疤男的马仔们分别打来的。伤疤男早已把每个人的底细调查得清清楚楚，他威胁米格尔交出3块宝石，如果不交，他就要对每个人的家人采取非常手段，尤其会第一个对胡安动手。众人气急败坏，团队面临解散的风险。关键时刻，米格尔给大伙加油鼓励，承诺一定会找到宝石，得到宝藏。伤疤男为了防止被反向追踪，打完电话后就让手下们把手机关机，连跟踪米格尔他们的马仔也只是通过对讲机沟通。米格尔发现被跟踪后，故意当着他们的面把团队带到一间小屋里，他让莉莉先出来引人注意，奥克则从另一侧窗户翻出来后悄悄躲到马仔们的车下。这时米格尔在和威尔逊出来，马仔们看到后，一个留在现场，一个去追他们。米格尔在经过一个大转盘时，利用视觉盲点悄悄下车，他回到养老院找到父亲的笔记本。马仔追了半天才知道中计。莉莉走进一家美甲店，她乔装打扮后，当着马仔的面走出店，来到艾丽尔的家找关于宝藏的资料，确定那3块宝石只是开启宝藏的钥匙。他把这个信息反馈给米格尔。此时房间里剩下的2人用假人和扫地机器人欺骗马仔。阿西不放心家人回家了一趟，卢卡斯则躲在屋顶反监视着马仔。许久后，马仔才发觉不对劲，他打开门才知道被骗。卢卡斯连忙打开对讲机信号干扰器，马仔联系不上伤疤男，于是改用手机。卢卡斯等的就是这个，他迅速捕捉到伤疤男的位置。米格尔反客为主，给伤疤男打去电话确认胡安还活着。然而等奥克随着马仔的车到达伤疤男的窝点后，他却早已将胡安转移走。米格尔这边突然被一把枪指着头，这人却是一姐。他这次来不是抓米格尔的，而是要求入团一起寻宝。如果米格尔不答应，他就公事公办。米格尔无力拒绝，何况他苦找的月光石还在他手里。江湖传言，玛雅蛇之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哈斯托克的金字塔陵墓里黄金无数，其中以一只纯金打造的美洲豹最为珍贵。只要找到打开陵墓的3把钥匙，就能找到宝藏。米格尔根据地图找到其中之一的月光石，他和叔叔威尔逊潜入墨西哥警局，又找到第2把钥匙太阳之石。同时，他的团队在一座古老教堂的地下室里找到地球之石。虽然他们集齐了3把钥匙，却不能立即展开寻宝行动，只因米格尔的父亲胡安被伤疤男劫走。伤疤男以胡安生命要挟米格尔交出钥匙。成年人从不做选择题，米格尔寻宝和救父亲2个都要。他让威尔逊山寨出3把钥匙，为防止交易失控，他和莉莉去找外援。路上，他把从警局顺来的一条项链送给莉莉。他们找到胡安的学生艾丽尔，2人关系一直不融洽。为救父亲，他只好向艾丽尔低头，请他借几个保安给自己壮胆。殊不知，艾丽尔正是策划劫走胡安的幕后黑手。他要利用米格尔找到宝藏。艾丽尔要求找到美洲豹后必须放到他的博物馆。不知情的米格尔只好答应。他留下莉莉在这查地图资料，他则去忙自己的事。不久，莉莉意外发现胡安被艾丽尔关押在这，他刚想告诉米格尔，却被发现。晚上，米格尔和伤疤男在约定的地点见面，他把山寨的3把钥匙交给伤疤男。伤疤男看了一眼就认出这是假的。艾丽尔此时也不装了，公然走到伤疤男的阵营里去验货。验完，他用枪威胁米格尔交出原件。威尔逊无奈只好把原件奉上。他们拿到原件自然不会轻易放人。没想到交易的同时，米格尔的2个队友却找到胡安和莉莉。原来米格尔送给莉莉的项链带有定位器，他早猜到艾丽尔是幕后黑手。他在和艾丽尔握手后闻到胡安常用的乳液味道，从而猜测胡安就在艾丽尔手中。而他交给艾丽尔的钥匙并不全是真的，核心的月光石还在他手中。至于为什么说月光石是核心，我后面再解释。米格尔安置好胡安后，带队去寻宝。他们根据资料推测出宝藏并不在陵墓里，而是沉到了尤卡坦和古巴之间的一处海域里。但大海茫茫，要找到无异于海底捞针。米格尔对着星空陷入苦思冥想。这时一个星座突然让他灵光一闪，他想起地图上曾有些小点点，当时他搞不清这是什么，现在一回想才发觉那是一个星座。他把地图上的点点戳破，拿来和星座一对比，果然完全一致。他让卢卡斯把星座的位置换成航海度数，推测出准确的沉宝地点。经过1晚的航行后，他们到达目的地。在一番潜水打捞后，他们从海底捞上来一个箱子。此时要开启箱子成了难题。米格尔手中只有1个月光石，明显不够，可他却说完全够用。原来当年发现宝藏的3人为了互相制衡，设计出3把钥匙，需要集齐3把后才能开启宝藏。然而不久后，其中2人就死于非命，而设计出月光石的这个人却安然无恙。关键是提议打造3把钥匙的人也是他，足以说明另外2把钥匙根本就是多余的。米格尔把月光石放进锁孔，转动锁芯打开箱子。当箱盖缓缓揭开，所有人都目瞪口呆，整整1箱的黄金珠宝在里面。美洲狮赫然在列。至此，夺宝天团全剧接近尾声。墨西哥人似乎对无价之宝有什么误会，1箱子珠宝就敢夸下海口，这对于见惯了珍奇异宝的我们来说，未免有些太小家子气。总体来说，这是一部无脑的动作冒险爽剧。喜欢的朋友们去看原片吧。